台股大盤雖然出現 V 型反轉，但現在應該站在多方還是偏空呢？如果你是小資族，買不起一張，現在一張台積電要2000塊，那我們找的就是成交量比較大的，或者說它可能這個時間價值沒有那麼多的，最後出場的時候報酬率更高啦，348%。哇，差很多哎！現在台灣人最愛的4檔股票到達甜甜價了嗎？今天我們就邀請到財經專家黃世聰，他將解密大盤在反轉下該如何操作，靠一招投資不止避險，還能夠以小錢賺大錢。美伊戰爭反反复复的，對啊，而且呢，台股還發現了 V 轉，所以呢，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找我們的股海明燈，那個黃世聰，世聰哥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對，站在財經的分析專業的角度來看啊，就是其實現在雖然台股出現了 V 轉，但是呢，我們應該站在這個多方還是多空的空方呢？對，我覺得事實上大家在看那個消息本身的時候，你一定会覺得非常迷惑。對啊，那一下子要打，一下又不打，然後一下要漲，一下要跌，那油價上上下下波動，你會覺得說無所適從。但是我跟大家講，你不用看那些訊息。其實我們反而要觀察是，我舉人為例好了，我們人呢可能每天都有很多症狀，但是真正評估你的標準是你要看你的那些真正的數據是什麼，比如說你的心跳、你的呼吸、你的血壓是多少，那才是真正的數据嘛，對不对？所以一樣，我們到股市裡面，我們講股市真正的數據，所以你要觀察是大盤本身，譬如說這一陣子股市漲。那是不是量能有配合？股市上漲的時候就有量，下跌的時候沒量，是不是這樣子？對不对？然後技術面上面來說，是不是站在所有的均線之上？你看這一波 V 轉它一定是先站上5日線，然後站上10日線，然後所有線都往上走的時候，它就攻一波嘛。所以你要觀察就是10日、20日、60日均線的位置所在地。再就看美股。我們這一波台股為什麼會漲？因為美股漲啊，美股從低檔連續漲，像納斯達克或是道瓊等等，他們連續漲了10幾天啊。那你說美股漲10幾天，台股會不會漲？就一定會漲嘛。所以你要說，我們只要看這些面向，你就知道說，台股那現在是怎麼樣一個狀況。另外就是台積電，你看台積電現在穩穩的站在2000塊之上，也沒有跌到2000塊以下啊。它目前為止還是站在幾乎是所有的均線之上。那表示什麼？表示它還是個偏多頭的走勢，那是沒有問題的嘛，對不對？再來就是3大法人，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可能看到外資一直賣，那現在外資是不是已經恢復買超了？對，所以整個盤勢就開始穩住了。再來，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是有沒有主流股。那主流股的意思就是說呢，能不能夠帶着這個股市往上衝？那現在看起來有嘛，就台積電嘛，是，然後台達電嘛，還有這個台光電嘛，我们所謂3台概念嘛，對，那這些股票都在往上漲的時候，當然就不會回跌嘛，所以我才說，其實如果你從這些面向，你就知道說，這個好像跟我們每天那邊看那些所謂的訊息不太一樣啊。明明就是好像美伊還沒打完，但是股市已經大漲了。對呀，其實我們要看的就是大盤本身，這才是真正告訴我們的這個狀況。因為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是小散戶，但是那些大戶他一定知道這些訊息嘛，對，他為什麼敢拉抬這個股票？這個股票拉起來絕對不是散戶拉的，一定是大戶拉的。所以顯見有比我們更多知道或者更早知道消息的人，他們已經進場布局了嘛，那我們就順着他們的趨勢去走就可以了。不過世聰哥，除了這些我們剛剛提到的觀察指標之外，當然還會很擔心的一個隱憂就是系統性的風險，這個就是比較大的一個。像現在美伊戰爭就提早引爆了市場的黑天鵝。那如果說我們還是遇到這種系統性風險的話，通常你會怎麼辦？對，我建議大家就是說，我們知道金融市场是這樣子的，你懂越多遊戲規則，你越有可能會獲勝。所以在我的經驗裡面，像我人生中間遇過最大的一個黑天鵝事件，就是2004年的時候，阿扁的2顆子彈。大家知道那時候呢，其實我是買了股票，然後又買了這個期貨，準備要度過這個總統大選，就沒有2顆子彈之後，讓這個股市連跌2天吶。那時候我做什麼？那時候我去做這個選擇權的 put 這樣的狀況去避險，然後反而讓我沒有虧到錢。因為我雖然說現股跟期貨賠錢，但是我 put 大漲。然後就彌補掉了這個狀況。那因為當時我想說這個是一個系統性風險，應該之後結束之後就會 V 轉嘛，所以我在那時候要 V 轉的那個過程裡面，我就去買了權證。就買了那個中光電的權證，那中光電漲了2隻漲停，那我的權證呢，一口氣就漲了快1倍2倍這樣的狀況，所以導致說，雖然說我那一波呢一開始的時候有受傷，就是因為個股或是說期貨有受傷，但是我很快用 put， 然後馬上弭平了虧損之後，然後我再用權證呢把它反敗為勝，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事？我覺得大家不用太過擔心是不是有所謂系統性的風險的問題，我們只要能夠有很多工具，譬如說，真的
今天遇到這個系統性風險真的大跌的時候，譬如說我有期貨賬戶，我可以賣空期貨去避險。譬如說我有個股，那我也可以去賣空個股期貨啊，或者說我可以去做這個權證的這個空單，或者我覺得有很多方法，只要你了解越多的這個投資工具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那種系統性風險大家不用太過擔心，你都有方法可以去避險的一個狀況。是因為其實根据啊，就是台灣的投資人啊，其實我覺得無論是權證啊，或者是個股、零股啊，其實還是有幾個大的標的。是，因為有2026年的調查裡面，台灣人最喜歡4支，對，台積電，然後鴻海，然後兆豐金跟玉山金。是，對，這個是我們權值股裡面非常重要的。对，那世聰哥你怎麼看這4支股票？团隊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，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，超過70%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。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，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，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。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，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，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、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。第一個，我們現在講台積電。台積電呢，這個經過它這個4月的法說之後，現在法人都把它目標價調到3000塊以上，所有的外資都調到3000，最高有到3020這個數字。那它今年的 EPS， 現在法人也都把它上修到原本是80幾，現在都是95到100塊左右。那如果我們假設我們用一個簡單的算術，100塊20倍本益比就是2000嘛，所以那20倍本益比高不高？非常低那如果以台積電的上限來說，最高可以25倍，所以你就1000乘以25就是25倍，就是2500。所以我覺得它今年的落點可能會落在2000到2500之間，高點可以蓋2500，甚至更高一點點都有可能。那明年來說的話，要按照現在法人的推估，就是明年再成長30%，那明年可能就是130塊左右的這個數字。那130塊左右，我們也是簡單數字乘以20倍，2600。那乘以25倍，大家就知道那個數字。所以來說，其實台積電大家反而可以用非常簡單的算術去算它就可以了。我覺得廢話不要多說，破1800以下，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用力的去買這樣一個狀況。那當然我們是希望說有這個數字來。那如果不可能的話，我覺得越靠近這個數字，我覺得越可以大膽的布局。那鴻海來說就比較複雜一點點，因為鴻海都是一個所謂的叫做叫好不叫座，就是大家知道它獲利非常好，去年大概賺15塊，那今年來說預估大概可以賺到17塊左右。那17塊我們一樣用一個簡單的算術乘以20倍，事實上應該340。可能都200多都跑不上去了，因為它的本益比算是，因為它算是這種所謂的組裝業，所以本益比被壓縮，所以大概是15倍左右是一個它的合理區間。那上限可以到20倍，所以我覺得其實在250以下，我覺得都是一個中長期的甜蜜點，我覺得那都沒有什麼問題的。是，因為主要問題是它都是跟着業績，那業績出來是下半年，所以你可能在這個第1季、第2季逢低買一點點，到第3季、第4季有機會往上衝，那就可以把它賣掉的一個狀況。如果你要做短線的操作的話，那至於說金融股來說，兆豐跟玉山，我覺得這2檔你會買的呢，就表示說你可能是比較偏向是定存概念股的這個概念。你要觀察是台灣的經濟景氣本身，比如說像今年的景氣看起來的話還是不錯，AI 的帶動之下，那當然對於這個金融股來說，他們有非常大的這個業務的收入，甚至有些有股票部位的都還是會賺錢。所以才說你就按照這樣去看，如果你真的要操作金融股，我反而是用一個比較中長期的去看，除非你看到說，台灣的經濟往下走了，那時候你再出場，我覺得都還可以，不然的話你就可以逢低去布局，我覺得都會有賺錢的機會啦。是，那世聰哥那個載板三雄啊，其實在這1-2年一直都是一個很紅的話題嘛，包括這個欣興，然後景碩跟南電。對。那外資也預估說，這個載板的供需缺口到明年還會持續的擴大。你有怎麼來分析這3檔？對，我覺得今年看起來的話，有幾個主軸，大家應該可以抓住。第一個就是剛才瓊芳提到的這個載板。載板其實為什麼會好？跟封裝有關係，所以先進封裝也是不錯的。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現在大家都非常紅的這個 CPO 的這個矽光子，我覺得這幾個可能是今年大家非常重視的東西。那這裡面來說的話，我覺得載板三雄是格外注意。那其實不止三雄啦，除了原本的欣興、南電跟這個景碩之外，可能現在大家要把臻鼎 KY 加進去，就是
變成是四雄的一個概念。那主要原因是這樣，我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，載板就是它原本是封裝所用。那我們過去呢，一顆晶片大概是這麼大，但是那就裝，比如說一般的 CPU 或是 GPU。但是現在一顆 AI 晶片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AI 晶片 ，AI 晶片這麼大顆哦，因為它上面除了 CPU 之外，還有 HBM， 然後一大堆哩哩扣扣組合成一張。那這一張來說，就是要用這個所謂載板把它封起來。所以我們直覺就知道它的面積變大了。所以因為面積變大了，所以使用量就變多了。那你面積變大了之后呢，規格也變了，所以你要變成要投資不一樣的設備，然後誰先投資的，誰就可以搶到這個商機。那我們知道，其實台灣一直在載板跟日本是競爭，但日本業者是這樣，日本業者就是他們腦筋比較死，他們就一定要看到需求出來，確定他們才要投資。那台灣都是。我看到需求可能會出來，我就投資。看到影子就先開槍。對，所以你看今年我們看到說，像新興、南電或是景碩，他們資本支出都是200-300億的在砸，所以顯見他們已經看到這個商機。那現在業績還沒出來，那一般法人都預估說，至少像新興啊、南電可能都有破千以上的實力。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大家還可以中長線留意，只要沒有到達目標價之前。我覺得都還可以多加觀察。是因為其實剛剛講到，就是你看哦，這個無論是新興還是台積電，其實現在都已經是沒有那麼親民了。當然啦，對啊，那其實一般的小資主，他們如果說他們真的想要投資，他們只能這個望洋興嘆，還是他有其他的方法呢？對，我覺得剛才哲青講了一個重點，這也是很多人的心痛。為什麼？因為現在台股有2檔破萬的股票。对呀，破萬的股票的意思是一張要1000萬。我想說大家。到底是誰在買？我也常常覺得說，到底是誰在買？然後你知道，5000塊以上的有3檔，然後4000塊以上有6檔之多。所以顯見現在的股票沒有親民，現在股票100以下、100塊以下就是我們以前的所謂雞蛋水餃股了，知道嗎？所以這叫做所謂股市通膨效應。好，那當然股市通膨效應之下，很多人就說：“哎呦，聰哥，我買咱家台積電都最後呀，那我怎麼買？”好，那我跟他講。實際上，台積電來說的話，我們有幾種操作的方法。比如說，如果你是小資族，買不起一張，現在一張台積電要2000塊，就是200萬，你買不起 ，OK， 你可以買零股嘛。現在有所謂零股交易，零股交易你可以買100股、多少股都可以買，這樣可以比較低的這個入場。第二個，你可以買所謂的個股期，哦。然後第三個就是你可以買權證，就是一檔股票來說，我們可以操作這3種東西。好，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3種東西的這個獲利率，給大家稍微看一下。哈，這是我做了一張表。假設我們買進台積電是在1500塊，然後賣出是在2000塊。哈，那如果我們買入零股的話，我們就直觀的來算嘛，就是500除以1500，報酬率就是33%。所以假設我投入10萬，我就是賺33000這樣一個概念。哈，那買進個股期來說，我們現在比的就是只有報酬率本身。買入個股期來說的話，目前的個股期我們就賺500點嘛，就是2000減1500就是500點。那個股期1點是2000塊，所以就賺了100萬。那保證金，因為我們入場都要有一個原始保證金，那原始保證金就是它代表的就是2張的台積電，所以是2000股乘以1500塊的台積電，我們1500塊進場嘛，然後乘以13.5，13.5就是它的所謂的保證金的設算比例，所以我們投入成本是40.5萬，那40.5萬。然後用100萬去除以40.5萬的報酬率就是147%。哇，差很多哎。對，你看零股跟這個個股期就差很多了，对不對？所以我才說小資主你可以用不一樣的東西來有槓桿，來讓你的報酬率偏大。好，還有另外一種做法是什麼？我們買權證。好，我們買這個台積電的權證，好，那我們就去找了一家權證來操作。好，那這家權證買進去之後，你看我們買的點在這個位置，好，大概在約莫在1.56塊左右。好，那我們找的就是成交量比較大的，或者說它可能這個時間價值沒有那麼多的權證，買了之後，你看最後出場的時候，在1500出場的時候，大概在7塊錢左右，那這個報酬率更高啦，348%。所以你要我們簡單的來比，你看比較，包括說像這個個股的零股。包括說個股的期貨或是個股權證，你看3個報酬率就不一樣。你可以知道說權證的報酬率是非常高，所以我才說，事實上在這個多頭市場裡面來說啊，你要了解更多的工具。像如果是像哲青這種大戶，對不對？他可能買個股都 OK 嘛，對不對？像我們這種小資的話，我們可能就買個權證，買個期。我覺得大家就因為有不同的工具，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應對。我覺得這個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說，你一定要學會個股期貨，要學會權證，因為這些你派上用場的時候。
說哇，那個獲利真的會讓你有時候你真的都無法想象的一個狀況啊。是，我們看到這個報酬率，感覺真的是差蠻多的，非常驚人。对，不過世聰哥，我覺得相較於個股，可能權證對大部分的人來講還不是這麼的熟悉。對，沒錯。你覺得它還有什麼好的地方？你會推薦的？好，我覺得權證是這樣子的，因為一般人我們在買股票的時候，通常有幾個問題。第一個就是問題是我們不會停損。對，比如說我買一檔股票買了台積電1500結果台積電跌到1300我不知道怎麼辦，對不對？那好，權證的好處就是說，它可以，因為它價格低，雖然某些程度來說，它可以自動幫你停損，反正你最大的損失就是這些權證歸零而已，對不對？然後再來就是說，因為它的槓桿非常大，所以我覺得蠻適合，就是大家可以去操作中高價的股票，3-5千塊，大家可能買不起啊，對，那你就可以用權證去入手。或者是幾百塊以上的，就是用這樣去入手。所以我舉一個我操作的一個例子給大家看哈。這是有一檔股票叫6515的穎威，那它其實是台灣現在第2檔破萬，它現在股價已經1萬以上了哈。那我當初進場的時候在1000多塊，那時候進場，因為那時候我覺得哇，它是一個不錯的公司，但是因為你要知道，一張1500塊也是很貴啊，對不對？那我想說，而且我對它的基本面了解，但是我也不見得說敢投入那麼多錢，然後它怎麼辦？我當時就想，那我來買權證好了哈。那你看，因為它有一個低檔長紅，有放量，就符合就是說，好像要往上攻擊。然後業績今年的這個，因為它主要是做這個探針卡，那今年的探針卡來說的話，就是 AI 會大量的使用到。好，那 AI 大量使用，那我就覺得說，那好，那我就用這個權證來操作這一檔股票。好，那我就低檔買了，低檔買了之後，就沒想到就一路就往上衝，衝上去，对不對？那就衝到8000多塊，那甚至現在已經破萬了，已經到外太空去了哈。那我就想到我就來買個權證哈。權證來說的話，我就找一個行使比例是0.008。那什麼叫行使比例是0.08？就是這一檔權證買進去的時候，它代表就是0.008股的穎威哈。然後履約價是1850塊，就是1850塊以上的話，它就是可以履約，你就可以去買它的股票回來這樣一個意思哈。然後到期日是在今年的7月3號。然後我買進的時間點是2.7元左右，然後當時2.7哦。然後因為穎威從這個1500，然後一路漲到8000哦，我這是以8000多塊這樣來算哦。那8000跟1500來說的話，大概約莫是差大概7000塊。7000塊的話，大概這個差額是大概4倍左右。它其實股價也漲得蠻多的哈。但我跟他講，後來2.7塊了，這個權證目前53塊。它已經是報酬率是18.6倍，你知道這個報酬率就差距就非常的巨大。我們看到穎威個股，你已經覺得說很誇張了，對不對？但沒想到權證更誇張。所以來說，這個有什麼好處呢？就是我們對一檔股票，它在低檔長紅，我們或許抱不住。因為說真的，你弄所謂的股票，你買了那麼多錢進去之後，你可能會覺得，哎呀，這個每天波動那麼大，我不敢買那麼多。權證你如果是可以小小的去布局一下，你參與這種高價股，有時候它的報酬率讓你覺得難以想象，這種反而你抱得住，就是因為你用權證的這個金額比較小，那你用這樣子以小博大，我覺得蠻適合現在的小資族，或是一些比較資金比較部位比較小的人，或者你要靈活操作的人。你看，我們買個股。你要投資1500萬，對啊，对，如果你買10張要1500萬，一張要150萬，那我買權證，我只要一張2.7是多少錢？2000多塊進去來說很便宜啊。那到現在為止来說賺的錢其實報酬率也是蠻誇張的，所以來說其實權證某些程度來說的話，可能大家會覺得有些人會跟我說，哎呀你。權證好像是風險很高啊，然後其實我覺得反而不是，你要了解它的這個工具的本身，就是說因為它的價格很低哦，所以你的就把它當成是你最多就是停損就是沒了嘛，對不对？假設往下跌不如預期的時候，它就是你看2.7，那最多是2.7沒了，但是你2.7你可以博個18.6倍。那這種投資報酬率來說，就相當可觀啊。所以來說，其實我都蠻鼓勵大家，就是1000塊以上的。其實你可以去找它的權證的，是因為其實股票大家習慣就是低買高賣，是那權證有好的進場時機嗎？對，權證一樣。我覺得權證第一個就是說你要挑的，就是說剛才講的嘛，低檔有長紅，譬如說像我剛才講的穎威，或者說這一檔的新興，你看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買。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挑當時最熱的股票，譬如說我舉個例子，像現在最熱，剛才瓊芳不是提到嗎？ABF 載板非常夯。好，那我們要操作 ABF 載板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們就等它拉回的時候，譬如說有拉回，你真的股票你覺得不知道怎麼買，說好你就買權證。
權證就布局一部分，比如說你可以拿出這張股票，你要買的股票的這個1/10或者1/5拿出来布局這個的權證，這樣子來操作，這樣子可以靈活你的資金的使用，你就不用投入那麼多錢，但是你也可以參與它的漲幅。對，那這個 ABF 當然是一個例子，那還有更多的股票都是一樣，載板或者說像這個是所謂的低潤的股票，今年低潤股票也很波動很大，對，那大家也是一樣，你看如果有回檔的時候，你覺得低檔買一點這相關的權證，這樣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嘛，對，那權證我就講你怎麼去挑，就低檔長紅開始突破，你就可以去買，或是拉回的時候你可以去買，這也是可以很靈活的這個操作。然後就挑這個時間價值，大概是時間價值在剩下100多天的，然後這個包括說像它履約價最好是不要差距太遠，譬如說像去年現在假設是1800，那你就挑這個履約價可能在2000左右，這樣就不要差太。譬如說你履約價2500，這個可能履約的可能性很低，你可以稍微往上調一點點，這樣子略為這個叫做所謂的價外的。就是它價格之外的權證去買，我覺得這樣的話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。當然你要挑的就是說比較有在造勢的，就是量會比較大一點點的，或者說可能比較多人在參與的，這些可能當然會流動性會比較好。我覺得你按照這樣去挑權證，應該大致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。是因為我們現在都在講，就是2026年的這個 AI 年代是屬於這個財富重新分配的紀元，對不對？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夠善用這些理財工具哦。對，今天感謝世榮哥來跟我們分享，謝謝你，謝謝。